大家好，我是医检师 QQ， 欢迎来到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在我们检验科里，有一项检查是所有洗肾病人都固定要做的，那就是血中铝浓度。无论是年长的患者，还是近年越来越多的年轻洗肾族群，这项检查都会定期追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铝 aluminum 这种看起来平凡的金属，一旦进入体内却排不出去，长期累积就可能造成铝中毒。对肾脏病人来说，铝的代谢能力几乎消失，而对一般人来说，如果长期从食物、药物或环境中摄取过量，也可能让铝慢慢在体内堆积。铝是地球上最丰富的金属之一，它不是什么稀有金属，而是无所不在。在自然界里，铝大多以稳定的氧化铝或稀酸铝存在，这些形态非常安定，不容易溶解，也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。但人类改变了它的命运，我们把原本安分待在矿石里的铝，用高温提炼、电解、加工，变成各种能溶于水、能与酸反应的活性铝化合物。从金属器具、食品添加物、止汗剂到药物，铝因此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也多了被人体吸收的机会。我们提炼出轻盈又导热的金属铝，应用在飞机、汽车、电脑、建筑、包装，甚至食品与药品中。你每天接触的铝箔纸、易开罐、锅具、化妆品、止汗剂、油条、松饼粉，全都有铝的影子。这些用途本身没有错，但问题在于，当铝进入体内又排不出去，就可能出事。从检验角度看，铝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3种：食入、吸入、接触。第一种，食入，这是最常见的来源。食物中的铝可能来自含铝添加物、铝锅煮的酸性料理、铝箔纸加热包装或含铝药物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肠道对铝的吸收率非常低，大约只有 0.1%， 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铝会随粪便排出。但如果你天天吃加工食品，常喝含添加物的饮品，又爱用铝锅煮像番茄汤、酸菜白肉锅或咖喱这类酸性料理，这些微量的铝就可能常年累积在体内。特别是像油条、松饼粉、炸物等食物，真正的风险并不是食物本身含铝，而是因为制作过程中常使用含铝泡打粉 baking powder， 例如含有硫酸铝钠或磷酸铝钠这类化合物，它们能让食物更蓬松、更酥脆，但加热后铝离子会残留在食物中，经口摄入后被人体吸收。现在已有许多业者改用无铝泡打粉，以磷酸二氢钙或90酸氢钾取代，相对安全许多。肾脏是排除铝的主要器官，一旦肾功能下降，铝无法有效排出，就会在血液与骨骼中慢慢堆积。因此，所有洗肾患者都需要定期检验血中铝浓度，确保铝没有在体内默默累积。第二种，吸入，这是职业路的主要风险，在铝矿开采、冶炼、焊接、金属抛光或 3D 列印粉体制成中，工人可能长期吸入铝粉或氧化铝微粒，这些细微粉尘进入肺部后，会引起慢性发炎与纤维化，也就是所谓的铝尘肺。若暴露时间过长，部分铝还可能进入血液，影响神经系统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吸入铝的风险非常低，但对长期暴露的工作者，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防护的职业病危险。第三种，皮肤接触，这是风险最低的途径，铝化合物几乎不会穿透皮肤。日常使用的止汗剂、化妆品或铝包装产品，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吸收，只有在皮肤破损时，例如刚刮完腋毛就擦止汗剂，才可能有极少量铝渗入体内。根据现有研究，这种吸收量仍然远低于健康风险门槛。那么，铝中毒会有哪些症状呢？在初期几乎没有明显不适，但当铝累积过多，就会慢慢影响3个系统：神经、骨骼、造血。在神经系统方面，铝会干扰脑部神经传导，让人记忆力变差、反应变慢，甚至出现癫痫或精神混乱。在骨骼系统方面，铝会抑制骨生成细胞，导致骨质软化、骨痛，甚至容易骨折。在造血系统方面，铝会影响红血球的形成，造成贫血与疲倦。早期的洗肾患者曾因使用含铝的制酸剂与磷结合剂而中毒，
当时这些药物被广泛用于控制血磷与胃酸，但由于肾脏无法排出铝，导致铝在体内累积，患者出现神经异常与骨病变。从那时起，国际肾脏医学会与各国卫生单位，包括台湾，都修订了治疗指引，逐步停止使用含铝药物，并建立血铝监测制度。如今，这些药物已被更安全的替代品取代，但铝监测仍是透析治疗的重要一环，因为环境与饮食中仍可能存在微量暴露风险。在检验科中，我们使用电感偶和电浆质谱仪 ICP-MS 或原子吸收光谱仪来测定血中铝浓度。这些仪器能侦测极低浓度的金属离子，一旦发现血铝升高，医师会检查病人的药物与透析液，甚至追踪水源与滤材，确保暴露来源被找出并改善。那一般人该怎么预防铝的累积呢？其实不用恐慌，只要做到几件事。第一，减少使用含铝泡打粉制作的加工食品，例如油条、松饼粉、炸物，选择标示无铝泡打粉的产品更安心。第二，避免长时间用铝锅煮酸性食物。第三，保持肾脏健康，多喝水，控制三高。第四，服药前询问医师或药师是否含有铝的成分。第五，职业暴露时佩戴防尘口罩，避免吸入铝粉尘。这些小小的改变就能大幅降低慢性暴露的风险。铝其实不是坏人，没有铝就没有氢航太工业、电脑散热片，甚至药品包装。但所有物质都一样，在正确的浓度是材料，超过范围就是毒。从检验科的角度来看，铝中毒提醒我们，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，而是身体里的每一种元素都保持在该有的位置。血铝检查不只是数字，它代表着肾脏的负荷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活的习惯。对医疗团队来说，每一次的血铝检验都是在确认这个平衡是否还在。所以，当你看到报告上那个血铝浓度时，那不是多余的项目，而是一道防线。它确保那些看不见的微量金属没有在身体里默默累积。铝中毒不再只是老年洗肾患者的问题，而是提醒每一个人，我们每天接触的东西最终都可能回到我们体内，而检验就是那盏让这些隐形风险现形的灯。如果你喜欢这类从检验角度看健康的内容，记得订阅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我们下次再从一滴血一个数字，看见更多被忽略的健康线索。